对，这个1.5万，您点点，啊。你的亲戚还给你了？啊，刚还了。那个是谁啊？啊？老板，我是一个单身男人。我也单身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爱跟谁在一起，我管不着。那个姑娘是干什么的，是不是图你什么，也跟我没关系。我就说一下跟我有关系的事儿。那个卡是我给你的，是为了公司有急事儿，或者是你给我办什么事儿，需要花钱的时候用的，不是让你泡妞用的吧？我没拿你钱泡妞，我泡妞我就没泡妞，压根儿就。哼，你泡妞没泡妞，花钱没花钱跟我没关系。妞倒贴给你钱那是你的本事，你不能让你的妞随随便便刷我的卡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唐总，这卡自打您给我1分钱都没动过，这次就是个意外啊。什么意外？我都跟您解释了呀。你那叫解释吗？你应该刷我的卡之前给我打招呼吧。我收到了短信之后问你，你还跟我说你的亲戚得癌症了。我是不想在树苗面前戳穿你，你以为我不问你就是真信了呀？这事儿是我错了，这钱还有这卡，我给您放着。我没什么话好说，你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回去了。你给谁脸色看呢？于公于私，我是不是都应该问清楚？成，咱先说这公呢。我动用了您给我应该用在公司上的钱，是我不对。您怎么处理都行，您报案都成，我接受。可这私的呢？人今儿姑娘说了啊，夏天到了，想谈场恋爱。我说，我也想。我跟他说了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就是一司机，给人开车的。哪天老板不高兴，给我开了，我连一司机都不是，连车都没得开了。可是姑娘说了，不在乎，愿意，我还挺感动，没理由拒绝人家。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，我等，我期待，你回去了。未来却不能理智安排。明儿早上几点见？阴天傍晚，车窗外，跟平常一样。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，向左向右向前看，爱要拐几个弯才来。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？那我走了。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？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，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。阴天傍晚，车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，向左向右向前看，爱要拐几个弯才来。
喂，唐总，啊，我到了。你等我一下。包给我。手机没拿。唐总，电话在您包里呢。刚才想了一下，是那 Peter 打来的。走吧。您这酒瓶子倒了，这酒都弄地下了，这地板得赶紧擦，这要不擦的话，这沁进去就不好弄了。你快点吧，我到车上等你。我说唐总，昨天那事儿对不起，是我不对，那卡吧我不应该给别人。没什么不对的，夏天到了，知了都叫了，好好谈场恋爱吧，不谈就没机会了。您就别急了我了。你这么多年就一个人，带着杨树苗也挺不容易的。你能谈场恋爱，我应该替你高兴，我应该为你祝福。你也别多想，那么累干嘛呀？以后你想干嘛就干嘛，只要你高兴。你对我呢，只要开好车就行。我对你好，你也别多想，我就是这么一个人，我就喜欢对别人好。你说养老院的那些大爷大妈，我一个都不认识，也不是我爸我妈，我不照样对人家挺好的吗？是是是，您就是这样的。我喜欢助人为乐，从小就这样。你说我为什么当老板做生意呢？因为挣了钱能够帮助更多的人，做企业能够更好的回馈社会。你千万别觉得我对你有什么想法。只要是我的朋友，
凡是我认识的，谁遇到困难我都会伸手。Peter， 什么事儿啊？刚才我手机落车上了。红姐，我想借你20万块钱行吗？有点急用。20万？你要干嘛用啊？我欠人家钱，人现在逼着我还，要不还钱的话就要剁我的手。不是谁要剁你的手？你去报警啊！求求你，那个千万不要报警啊！真的千万不要报警。怎么回事？ Peter 欠债，人家要剁他的手，他要问我借20万。这种事儿，我Peter那人他也不靠谱啊。我喜欢助人为乐，只要是我的朋友，凡是我认识的，谁遇到困难我都要帮。喂，你们俩到哪儿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是对不起，我这儿给忘了。我们今天可能去不了了，啊，临时有点急事儿。那树苗呢？树苗他也去不了了，我这回头再跟你解释吧。 实在是抱歉。树苗，跟妈妈上美国去吧。你还记不记得呀？10年前我走的时候，我就说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，记得吗？那你为什么10年了一封信都没有啊？我要是跟你去了那儿，是不是还得管别的男人叫爸爸？ 啊什么？自个儿先到外边吃点东西去啊，别走远，就在附近。把手机拿着。我给你打电话啊。 杨树，我恨你，恨你。你不来，你告诉我，别答应我。从来也不害怕一个人过，我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了，就是想跟你过一个中秋节嘛。树苗，唐阿姨，
怎么来了？你爸呢？跟你爸吵架了？汤红阿姨，我饿了。你快吃吧。我准备了一个下午。你爸为什么忽然就打电话说他不来了？我妈回来了，她正跟我妈谈判呢。你妈，杨树，我能害孩子吗？我是他亲妈，我是他亲爸。咱俩离婚那会儿，你跟孩子连个招呼都没打，把他扔给我就走了。这小时候，树苗天天都问我：“妈呢？我妈呢？”我跟他说：“你妈去美国了，给你挣钱去了。”我能说啥呀？可有一天，这树苗突然就问我：“我妈是不是不要我了？”杨树，你放心吧，树苗跟着我，会比跟着你更幸福。你看看这个家，跟我走的时候有什么两样啊？啊，多了个电视机，多了一冰箱，还多台电脑。那张床还是咱们俩结婚的时候那张床，你说你这么些年有什么长进啊？你现在就是一司机，你想想，你还能给咱女儿的未来和成长提供什么样的条件？你还能给她什么帮助啊？啊？你总不能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，就要把树苗带走。他是你存这儿一什么东西是吧？来取来了。离婚的时候你答应过的，我说了有一天我会来带走树苗，你答应我的。我再也生不了孩子了。树苗是我唯一的孩子，他也是我唯一的孩子。树苗也大了，18了，让他自己选择。你妈回来要把你带走，她10几年都不见影了，现在忽然回来就要把你带走。树苗，我告诉你一个道理，养大于生。你妈虽然生了你，但她也没有管你吧？这10几年，你爸又当爸又当妈，苦哈哈的把你拉扯大。你要是走了，他怎么办？那不要了他的命了吗？你是怎么想的呀？我才不会跟他走呢。10几年没见了，一回来让我管他叫妈，可能吗？我都不知道妈是干什么的。妈就是你爸，你爸也就是你妈。你爸也没有白疼你，你多吃点啊。慢点吃。来，你要是爱吃海鲜呀，我带你上夏威夷吃去。那儿的螃蟹比这大，个个都这么大。我爸去吗？你爸要是愿意，可以去呀。以我对你爸的了解，他不一定会去。来，
树哥，树苗一定要去美国。美国，世界一流的团队和一流最大的经纪公司，只要你条件好，你就有机会。刘雯在中国什么都不是，在海南比赛连决赛都没进。法国时尚巨头 Jessica 来中国拍大片儿，给大模们找一个替身。什么是替身呢？替人穿衣服的小模特看上了刘雯，你猜怎么着？从此以后一发不可收拾。Chanel、Loewe、Burberry、Hugo Boss、Massimo、伯爵等等等等的所有的大牌子，连妆都不用试，直接上直接拍。福布斯全球排行榜前5名他都有。你知道他每年收入多少？每年400万美金，美金400万。你说了半天，我怎么听得晕晕乎乎的？这刘雯年收入几百万美金，跟杨树苗去美国有什么关系？也是啊，他没有碰上这个 Jessica 还不知道自己干嘛呢，屁颠屁颠试衣服呢。比他条件好的国内模特太多了，那很多人一事无成，什么别的也不会干，怎么办啊？认个干爹，每天在微博上炫炫富。你说那刘雯，你刚才不是说她是在北京碰到的那个 Jessica？ 她不是在美国碰到他，你就是崇洋媚外，你怎么不说美国的不好呢？美国卖淫嫖娼，私人拥有枪支，多危险啊！咱家树苗绝对不能去，对吧，红姐？就是。而且美国的孩子10几岁就开始入行，最小的模特才13、14岁，不读书，不学无术。CNN 我看见采访一个大名模，问他你在哪儿读的大学？你猜那模特怎么说 ？I don't know。我在大学能学到什么？多可怕呀！完全给树苗做一个反面的教材。没错吧，红姐？没错。反正树苗跟我说了，他肯定不跟石慧去，不管美国好不好。哎呀，不过去了美国能参加 American Next Top Model 的比赛，这个比赛要得了奖，那就是开启了辉煌的人生，那太可怕了，那是很多孩子梦寐以求的事情。咱家树苗那个能比赛得奖了，我知道有个女孩，她爸跟你一样特别守旧，他认为模特跟妓女是一样的，就是不愿让她去比赛。可是这孩子后来在参赛的时候说：“我在美国，我有权利追求我的梦想，虽然我没有说服我的家人。”不过没关系，因为我已经成年了，特别让人感动，一举成名。哎，何大壮，你颠三倒四的，我听着都快听吐了。你想说什么呀你？叫我 Peter。我是给他介绍一下美国的情况。很多孩子去了美国就不要爹妈，这也挺可怕的。咱中国还有常回家看看的保护法，为什么有这样法律呢？就是让孩子赡养老人。美国没这法律，美国法律特别可怕，孩子的天堂，老人的地狱。你看娟儿奶奶多可怜，那么大岁数扔到养老院了，2孩子全在美国，没人管。你到底要说什么呀？我真的快要吐了。你从现在起闭嘴，不要说话，闭嘴啊！你的态度呢？那树苗自己决定吧。对，就得听树苗的，让他自己做决定。何大壮，你大点声。我又说错了。你闭嘴。其实当初是你爸提出要跟我离婚的。那是因为你去美国了不回来，我爸是怕耽误你，不让你痛苦，才主动跟你离婚的。你爸这么跟你说的呀？那你怎么知道？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其实当初呢，我也犹豫，我想我要不要放弃在美国刚刚开始的事业，回来。但是我发现你爸爸好像态度很坚决，我就想他可能不愿意再等我了吧。我问他是不是，他说是，那我只好就答应了。您把自己说的太高尚了。我说的是真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
你爸年轻的时候，可招女孩子喜欢了。学校里打篮球，全校的女生都跑操场上给他喊加油去。我爸一直挺有女人缘的，但是他没有抛弃我。我也没有抛弃你，我这10年无时无刻都在想着你。你要不是生不了孩子，你还会回来找我吗？当然会回来找你啊。你是不是又让树苗去见石慧了？那是他亲妈，想跟闺女吃顿饭，我能拦着吗？反正树苗跟我说了，她现在又嫁人了，嫁的什么人咱们也不太了解。那树苗现在去了美国，她美国后爸万一对她不好，我告诉你，隔着一个太平洋，有劲儿使不上，到时候急死你。这树苗还跟你说什么了？真没说他想不想去？他没说，他说他听你的。我告诉你，杨叔，你千万不能让树苗跟着石慧走。孩子特别小的时候，需要他的时候他不管，现在孩子大了，他来认孩子，他要把孩子带走，个自私鬼！你千万别信他的，你听见没有？你说句话呀！我知道。